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ca 故事村，我是村长 Poca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将跟大家分享村庄居民们发生的小故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 Podcast 节目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。收听 Podcast 的朋友，也可以点击本集简介中的链接，欣赏本集的插画，或是可以直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Poca 故事村，观看影音故事哦。很久没有更新的乔弗瑞先生的冒险笔记又来咯。如果你还不认识乔弗瑞先生的话，让村长来为您介绍。乔弗瑞先生是 Poca 村山上小学唯一的老师。那乔弗瑞先生的冒险笔记呢，就是在讲述乔弗瑞先生在年轻的时候于世界各地探险的故事。故事的内容和平常的小河童日记或是村民的故事不太一样，有着比较神秘的色彩。那今天乔弗瑞先生会带来什么关于他年轻时的精彩探险故事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乔弗瑞先生的冒险笔记，就知道了。乔弗瑞先生的冒险笔记第30章。快到了，在前面一些。一位头戴绅士帽的白露丝先生指着前方的山林。我，克里斯·乔弗瑞，正在前往传说中的圣山北洞山。这是我的冒险之旅开始时便决定一定要去的地方。据说那里可以看到白昼与黑夜并存，日光与流星同在的时刻。但由于行李太重，加上刚好重感冒，我只能不断的在路边休息以及喘气。幸而遇见眼前这位头戴绅士帽的白露丝白佐木先生。他替我背起背包，并带着我前往他的居住地露丝山地休息。露丝山地是前往北洞山必经之地，但多数的冒险者通常都匆匆地经过这里，倒不是因为不感兴趣，而是因为若没有在白露丝的带领下，一般人是无法进入白露丝们居住的地方。所以对我而言，今日的状况让我想起以前老家的那句谚语：独角兽在沙漠中迷了路，却发现了片绿洲。原本我还想着这趟冒险也未免太不顺利了，没想到意外能进到白露丝们的栖息之处。露丝山地位处北洞山的山脚下，不远处有河流经过。白露丝们居住在大树上，远处看还以为树上开满白色的花朵，直到看到这些花朵飞了起来，才发现原来那些都是白露丝啊。白佐木先生为了配合我，不以飞行的方式停靠在树上，
而是陪着我从树下沿着树干上的藤蔓缓慢地攀爬到树上。也因为这样，我才能细细观察白鹭鸶们的生活。最底下有白鹭咖啡厅，许多白鹭鸶们一边在上头喝咖啡，一边闲聊些新闻。例如，河边又来了几头牛，谁谁谁在泥土里捕到稀有的昆虫。话说到这里，老板端出了一盘特制香煎红鱼。据说这间白鹭咖啡厅最有名的并非咖啡，而是老板的鱼料理，特别是待客烹煮鱼的服务。你可以自行捕捉鱼，再请老板替你制作料理。接着来到上层的树洞，这里有间鹭鸶旅馆，专门接待临时来这片鹭鸶山地休息的白鹭鸶们，偶尔也会接待其他的鸟类。这也是我今晚留宿的地方。旅馆老板看到我，似乎有点惊讶，但还是十分有礼貌地接待我，并详细地和我介绍旅馆的设施，最后询问我隔日的早餐想选辣炒蟋蟀、香烤青蛙，还是清蒸虾蟹呢？正当我被如此特别的早餐吓得说不出话来时，旅馆老板推了推眼镜说：“你是外地人吧？那我推荐你清蒸虾蟹。”这时，从外头传来悦耳的鸟鸣声。白佐木先生介绍，那是音乐厅中白鹭鸶合唱团演出的声音。这次他们还特别邀请远道而来的黄鹂鸟独唱演出。而越往上头，可以看到有许多白鹭鸶幼鸟叽叽喳喳的围着老师说话。据说这是飞行学校的孩子们。在这间学校，除了会教导幼鸟们飞行的技巧外，也会传授他们捕猎食物的方法，以及学习如何观察天气的变化等等，是每只白鹭鸶们都需要学会的能力。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在鹭鸶山地的其中一棵树上，但据说每棵树上的配置都差不多，大概就是有学校、咖啡厅，或是各式各样的表演厅，以及白鹭鸶们的住家。而沿途也碰到不少白鹭鸶对白佐木先生热情打招呼。看来白佐木先生应该是鹭鸶山地的名人。最后，白佐木先生邀请我到他家里坐坐。我们到了他的家门外，上头有着看板，并写着佐木堂诊所。
原来白佐木先生是位医生啊，难怪无法抛下因为感冒而虚弱的坐在路边的我，而也难怪整个露丝山地的白鹭鸶们好像都认识他。白佐木先生给了我一瓶他精心调制的药水，有着琥珀色且不太自然的光泽，上头还浮着一层淡黄色的粉末，喝下去时有着苦味与淡淡的凉意。对于里头的成分，我有种可疑的感觉，但为了让感冒尽早康复，以继续接下来的旅程，所以还是鼓起勇气全部喝下去。神奇的是，隔天一早起来，我的感冒完全康复。离开前，白佐木先生还替我多调制了些这神秘的药水，让我在冒险的路上有需要时可服用。很幸运能遇到白佐木先生，不仅替我治疗感冒，还让我对露丝山地有深入的认识。隔日一早，我在旅馆睁开眼睛，耳边传来绵延不绝的鸟鸣声。我推开了树枝制成的门，向外走去。放眼望去，满满的白鹭鸶在眼前，有的从树洞飞出，有的刚刚捕猎完食物，准备停靠回树上，有的正在忙着整理羽毛。看着这个景象，好几刻我也以为自己是只白鹭鸶，差点就要翩翩飞舞了起来。当我询问白佐木先生药水的成分时，白佐木先生怎么也不肯透露。几年后，我回到白鹭鸶山地，再次探望白佐木先生，一起喝了几杯后，他才不小心表示，那药水是以柳树皮萃取液、蚕蛹以及其他我从未听过的昆虫制成，简直吓坏了我。大家还喜欢这一集的乔珀瑞先生的冒险笔记吗？那虽然我们的世界里面没有露丝山地，但细心观察生活周遭，其实可能可以看到满是白鹭鸶的大树，就像是乔珀瑞先生曾经去过的那样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，欢迎请我们喝一杯咖啡，支持村庄发展，也欢迎到村庄的小商店购买小儿童的造型抱枕哦。那么波卡村长的故事时间，我们下一集见喽。